要，那就将它赢下。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将它赢下。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起来呀、你起来，你给我起来啦！哎呀，什么事啊？你不是说思婷知道我是她亲生妈妈之后，听了很高兴的吗？那当然啦，他现在有2个妈妈啦，一定开心的嘛，哦。高兴连死人头我高兴，我真的是给你害死了。思婷她现在不理我了啦，她气我当年丢掉她，说绝对不会认我做她妈妈。不会吧？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不认你，这样思婷不是太小气了吗？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告诉她这件事情？什么事啊？我丢掉她的事了。哎呀，当然没有啦。就知道一定是这个死姨婆，她怕我强调思婷，所以就在她面前打我毒针了。哎呀，月平不会做这种事的。如果是的话，是那个王八蛋阿火干的。你还护着那个女人？我跟你说，你死都要帮我跟思婷解释清楚啊！当年不是我不要她的，而是当时我剩下她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帮我，连你这个王八蛋都不懂跑到哪里去。我哪里有跑？我是到吉隆坡去追债吗？你一定要跟思婷解释清楚啊！当年不是我不要她的，你叫她千万不要听那个臭女人胡说八道，知道吗？知道啦，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女儿是你的就是你的，飞也飞不了的。人家说母女一条心呐，只要思婷想通了，就会来认你，就会叫你妈咪啊！哎，我很累啊，我去睡一下。什么睡觉？你现在马上立刻去找思婷了。好了好了，去啦，快点啊！思婷啊，吃饭啦！我没胃口，不吃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是了，我们先吃吧。不如我回去算了。不关你的事。思婷已经跟我不亲了，她心里可能已经没有我这个妈妈了。怎么会呢？怎么说都是20年母女情啊！她说变就变，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你不会了解的。跟你上网去吃饭了，我不要吃啊！身体重要，吃饭了。我都跟你讲，我不要吃了，你自己先吃吧。思婷，你们搞错还敢来啊！开门！我去报警。不要！月平啊，去开门！月平，快来开门啊！我叫你去开门呐！月平，你们搞错叫我开门，不是让我死吗？开门呐，开门呐！思婷，王八蛋，你还敢整天泡在这里？阿火开门！啊，月平，你终于想通了，我们应该谈谈的。啊，你看什么看呐？我说的我们是月平、思婷和我，没有你这个大冬瓜的份儿。开门！听到没有啊？月平叫你开门呐！开门！开门呐！王八蛋，慢吞吞的，快点呐！怕什么怕？啊？月平，哎，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你妈拿刀砍人的！啊！林警察站住！放开你刀！哎，不要搞出人命！不要冷静啊，月平！哎，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月平，不要杀人！妈，什么？你什么给我？我就是砍了他，再给他一条命！林警察，你不要跑！放手！你听我。我为什么遇到这种男人？你到底要不要给我过日子的？我受够了。
失去你的，你永远是我的好妈咪。妈。我是不是真的搞到月平没有好日子过？如果是的话，我就应该马上消失，不要在他面前出现才是。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是人了。算了吧，不如买一张火车票，上吉隆坡去混吧。不对呀，搞到月平没有好日子过的人是那个王八蛋阿火，不是我啊。对，如果不是他，我就不会找上门。不找上门，就不会把司令的事情说出来，弄得婉婉和月平都那么烦。怪来怪去，就是怪那个王八蛋阿火。最该死的人就是他。不，我绝对不能离开，要不然的话，还有谁能够对付得了他？这一带的餐馆还有小食店加起来有几十间，每一间都捞得风生水起。单单在咖啡店卖拉沙的那个老板，赚到偷偷价马瑟利。为什么要偷偷价？哎呀，怕 income tax 的人 check 嘛，对不对？每年说自己没有生意，报税报100-200块，自己又住 condo， 买马瑟利当然要偷偷价啦。还有他们的现款都不放在银行，放在家里的保险箱。哇，你那么清楚，一定是收了很多钱喽。喂，你不要乱讲啊！我是一等公民啊，我赚多少是报多少的。赚那么多钱做什么啊？只要够吃够穿够养老就可以了吗？啊？那你又做这么多生意？哎呀，这你就不明白啦！我丝毫没有什么读书，又没有什么文凭，谁看得起我？所以我13岁呢就出来拼了，身上只有11块，每天工作24 hour service， 哈哈，所以每个人都叫我的弟弟11。哎，的弟弟11，哎，阿飞，哇，越来越肥了。好不错嘞，你的烧鸭越钓越多只嘞，赚那么多钱，周末要去越南娶老婆啊？他一天可以赚1-2千块啦。11，怎么？你不要害我啊！哎，怎么？今天周末有空啊？带女朋友出来逛街啊？哦，你不要乱讲啊，人家是有老公的。哎，对了，你的咖啡店这里有没有空的摊位啊？我的朋友想租个摊位来做点小生意啊。真的吗？当然啦。我去听他电话一下。 OK 好。喂，你在哪里？哦，我在给浪看看什么小生意可以做。那你呢？哦，我刚刚演讲完毕，今天的反应热烈，来捧我场的支持者们涨了100%。上一次就2个人来看你，那你的100%也只不过是4个，好心你啦，不要整天跑去演讲，做一点正经事可以吗？我不是在做正经事是什么？我正在忧国忧民，我比你们每一个人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这不是正经事是什么？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好了，我不想现在再跟你争论这些问题，我想要请几个支持者吃饭。你现在在给浪什么地方？我马上过来。那好了，我在这里等你。拜拜。阿伟，那个老板说前面有一个空的摊位，我们过去看看。啊？其实呢，我现在连想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要做什么生意，要卖什么东西并不重要，最重要呢是地点要找得好，租金贵一点也没有关系的。至于钱方面，老实讲，我阿豪不是很有钱，但是要我拿出1-2万块呢，倒不是个问题。那也不用麻烦你。怎么？怕大华不高兴啊？那就不要让他知道喽。不是啦，大姐说会支持我们的。诶，那好啊，那你们可以开一间拉西罗玛的分店啊。你大姐的拉西罗玛这么好吃，一定有生意的。哎，就在前面。这间吧啊，应该是那个摊位了，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错啊，靠近走廊，人潮走来走去，一定知道你在卖的东西吧啊？对。哎，老板啊！哎，你好。你们想租摊位啊？哎，是啊，怎么算啊？1万2。哦，1年啊，也很便宜啊。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哦，是1个月。1个月1万2，怎么做？啊，没关系的，价钱可以商量的嘛啊。没得谈，要就下定，不然的话。啊，那不要了，我不要了。哎，老板，哎，这个其实走了。哎呀，商量一下都不可以。哎，吓死人啦！
一个摊位又不是整间店，要12000，赚的钱都不够给租金了。地点好是这样的，他们投标的价钱贵，租金也就贵。那租金贵，我们卖东西也可以贵的嘛，对不对？那就好像我们的政府这样，这边说扣你的税，那边加你的消费税，这样转来转去，我们的经济才会繁荣嘛。老实说，如果是地点好的话，租金贵一点还是可以搏一搏的啊。可是我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么多钱去搏，我看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啊 ，OK 了。玲玲，哎，你怎么会在这？我不是叫你在烧肉店外面等我吗？哦，我来这边开一个摊位，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他怎么会在这？阿豪对这个地方熟。不要随随便便相信人，人家带你来租一个贵贵的摊位，私底下是有拿佣金的。到时候生意不好，他一点都不需要负责，你死你的事。田大华，你东西给乱吃，你话你不要跟我乱讲哦，不是吗？你会有那么好心？阿豪真的是想帮我们的。他有那么热心的话，叫他去老人院、孤儿院。哎，走吧，那边还有2辆德士等着我呢。等我们干嘛？我没钱。阿豪，谢谢你了，我先走了。老板，给我2只烧鸭，一些烧肉，一些叉烧。喂，才几个人叫这么多，而且他们都是老人家，吃得完吗？你不要看他们老啊，他们很会吃的。哎，各位，咖啡、茶水自己叫啊，不要客气啊。我们叫了。隔壁喝一杯。哎，你要喝什么？我不要了。啊？哦，好。哎，各位，她就是我老婆。田太太，我们都很佩服田先生。他是真的替我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对，他也做出了新加坡人不敢做的事。对呀，有几个新加坡人敢站出来批评新加坡政府？可是田先生就不错了，他真是有勇气。更叫人佩服的是呢，就是他出来竞选呢。竞选？是啊，今天政府宣布，3个星期后就是举行全民大选，而这个星期5呢就是提名日。我要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出来竞选国会议员。好，我们支持你。你们不要听他乱说，他只是开玩笑而已。什么开玩笑？我就是要做一些新加坡人不敢做的事，我要站出来为新加坡人说话。对，说得好。我们帮你助选，帮你助选。哎，不要乱来啦。怎么乱来？我可是认真的，我就是偏偏要出来竞选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会说我去坐牢没？哎，来，我们来谈一下我们的竞选策略。老板，42块。为什么那么贵？不会贵啊，烧鸭1只16，2只32，烧肉10块。好了，谢谢。哎，对，我们应该在哪一区竞选？10块钱。啊？哇，这档我的，你一个人吃3粒蛋，不怕爆血管啊？哎呀，接下来嘛，要忙着帮田先生竞选呢，不吃补一点呢，怎么有力气？哎呀，田先生，你说是吗？哎，对。对，那我要2个。哎，我也要2个。对，我也来2个。那田先生、田太太，你们要蛋吗？我不要了。那我也来2个好了。哎，要吃得饱、吃得好，才能够出来打仗啊！对。啊，老板，再来10个半生熟的蛋，是吧？我没有胃口。来，你喝我咖啡。对了，各位，刚才我们谈到哪里啊？我们必须要在哪一区竞选？对，那个鸭腿是我的。怎么？你刚才吃了1个？我的投票只是鸭腿啊。哎呦，怎么了？什么事啊？我的脚要掉了。你干什么？
才吃你几十块就给我脸色看，一路上脸黑黑的。你要不要叫电视台拍一部女包公叫你演啊？我现在不是气你吃掉我几十块，我是气你为什么不可以正正经经的去找一份工作，还在那边搞东搞西的，说什么要去竞选？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你不要再闹下去了。到底是谁在闹了？现在可是你在跟我闹。哎呀，你们这些女人懂什么？什么是正经事？竞选是正经事，国家大事是正经事。我现在被这个政府搞到一无所有了。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我要代表他们出来说话，出来反对。我相信支持我的人很多的。支持你？有谁会来支持你？就凭那几个老人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们对压腿啊，比对支持你还要感兴趣；他们对吃鸡蛋，比对你的竞选还要热心。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哎呀，才吃你几十块，你干嘛那么心疼啊？哎，不如这样吧，去写一张借据来给我签。那不是好喽？讲那么多屁话干什么？你不要那么天真了好不好？我们没有工作，大姐已经说过了，她会拿钱出来给我们搞生意。你不如坐下来想一想，要做什么生意？我们不可能坐在这边了吃大姐的，要她照顾我们一辈子的。哎呀，你这种人啊，眼光短浅，整天就是想赚钱啊，过好日子啊。哎，你这种人呢，政府是最喜欢的了。他们只要在竞选之前呢，给一个蛋糕给你吃，你就会很乖了，好像哈巴狗这样。难道政府没有给我们过好日子吗？既然他有，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反对？我们有过到好日子吗？如果你不被银行裁员的话，你会搞到去坐牢吗？那你告诉我，你搞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为你太软弱，任人欺负？我坐牢谁都不怨，我只怨我自己。如果你做每一样东西都要去怨别人，觉得别人对不起你，那你的日子还要不要过？我才不像你这样没有骨气呢，就好像印度的甘地，他没有饭吃啊，没有鞋子穿啊，他还不是一样出来反对，为正义说话？是我没有骨气，你那么有骨气，为什么你不去学他？不吃饭不穿鞋，还有叫你那些支持者不要吃鸭腿，不要吃鸡蛋，你办得到吗？够了够了，你说够了没有？人家丈夫出来竞选了，太太呀，应该是感到很光荣才对，哪像你这样呢？整天说屁话，还有泼冷水。是，我讲的都是屁话，我在泼你的冷水，我泼醒你呀！你连老婆都照顾不好，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凭什么要人家选你来照顾他们？说，你只是被那个书豪给收买了，所以你才会像他一样，一个鼻孔出气。哼，我就知道这个书豪他不安好心，害你去看摊位。原来他是想利用你来影响我，不要去竞选，好让他可以在国会议员的面前讨功劳、拍马屁。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哎，告诉我，你是不是被我说中了，想开溜啊？那，你跟他是不是有一腿了？田大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够满足你，所以你才去会找那个姓苏的。怎么？你想踢我啊？踢啊，踢啊！就好像你踢那个王八蛋经理一样，一脚把我给踢进医院。哎，不，一脚把我给踢死。踢啊，你踢啊！我才懒得理你呢。
多年，那么久，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这个做大姐的商量的？如果你就这样跳下去，你叫我以后怎么去跟妈妈交代？对不起，儿子，我的心真的很难受，我的心真的很难受啊！他说你在外面偷男人是吗？好，你就真的去偷给他看，然后就跟他离婚。你看你在这里伤心又要跳楼的，他却躲在房间里睡大觉，这种男人值得为他去死吗？姐，其实我是心灰意冷。那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房子有车子，要不然他破产了，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我不介意跟他一起挨，生活有多苦都没有关系。但是什么？有些男人就是这样的，自己不振作，又怕人家看不起他，所以他就装作一副很威风的样子喽。你知道他为什么整天要骂政府吗？因为别人不敢骂吗？他骂了不是很威风喽？你以为他出来竞选，相信自己会中选吗？他是想趁机出风头，让全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有他田大华这个人，这样走路就有风了吗？我跟你说，这种人呢，你还是早点跟他离婚好。我明天帮你去找律师。姐啊，怎么？你狠不下心啊？那好啊，你就准备给他拖死一辈子吧。不是我要看死他，他这个人真的是没药救了。姐啊，你都知道他破产之后，亲戚朋友都离开了他。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还离开他，那他不是很惨？他惨好过你惨呢，他再怎么惨也不会跑去跳楼的吗？像你这么傻，跑去跳楼，啊，就这样说定了。明天我陪你去找律师。没有声音哎，我看二姐应该是同意离婚的。那二姐不是很可怜？什么可怜啊？这叫做解放。妇女在受到男人不公平对待之后呢，就要采取适当行动来解放自己。我绝对支持大姐的提议啊。那如果二姐还爱着姐夫呢？她不是很惨？那你问柔柔好了。问我干嘛？哎呀，你不是有一套砍树的理论吗？那如果一只树干被病菌感染了，就要赶快砍掉它，这样子呢才可以拯救整棵树。你说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懂了吗？懂了。你真的懂了？不要以为我很笨，有人说我聪明啊。是谁？有人就对了。那我说了那么多，你到底懂什么？如果不砍掉那只树干，就要常常喷杀虫剂，不然会生病菌呢。哇，天才！二姐，我们想逛街啊，不如你跟我们去吧哈。是啊，二姐，我们一起出去吧。不了，我又没有东西买，你们去吧。你没东西买，我有啊。我星期一就开始上班了，我想去买几套上班衣服，你帮我选好了。是啊，二姐一起出去吧，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出去了。走啦，一起去啊。二姐，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想，你不是孤单的，还有我们5个姐妹，还有1个弟弟，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那我们现在4个人一字排开，你看，整条马路都被我们占据了。如果大姐来的话，不是更惨？他们就要被挤到龙宫里去了。那我们还是不要害人了，来，靠近一点吧。走啦。放心吧，二姐答应你们，以后不会再做傻事啦。三姐，很贵哎。怎么会呢？你有没有看过一双鞋子1000多块的？待会儿带你去看。不用了。
反正我这辈子也穿不起，看来干什么？我买给你啊！不要不要，你买给我的话，我连路都不敢走了。为什么啊？那个不是鞋子，是钞票哎！穿破钞票怎么办呢？柔柔，你先帮我签卡，等我发薪水再把钱还给你。不用啦，二姐送给你吧。二姐不用了，你第一次上班，二姐就送你2双鞋子，希望你步上青云路。谢谢你了，走吧。这2件衣服都很好看啊。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只说送你1件。你别这么吝啬嘛，再送多1件呢。你也不想我天天上班穿同一件衣服吧？那你也不用天天穿名牌衣服啊。在3吨道工作要穿好看一点，要不然人家把你当成是普通的 office girl。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大学毕业生，是 manager。你只是读完大学，你都没有毕业，他们知道吗？他们要我拿到文凭后交给人事部。那如果你没有文凭的话怎么办啊？哎呀，那至少是半年后的事，到时候自然有解决办法的。我也怎么样，投资一下吧。等我这只艳艳红股一上涨，保证还你10件名牌衣。好吧，等你赚到1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我。打死我也不会忘了你是个好妹妹的。你看这些衣服，不是100多就是200多，我看了我头很昏呢。我到那边去坐。嗯。二姐，你看那个人会不会很像3姐？哪里？真的很像哎。柔柔。Excuse me。3姐，那个人很像你哦。对呀，这世界竟然有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真的很奇怪哎。有什么好奇怪的啊？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世上跟你长得很像的人呢，起码有1万个，只不过我们没有机会碰到他们罢了。哎呀，二姐，你说会不会真的是我们的爸爸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啊？不会啦，你呀电视节目看太多啦。哎，我们去看衣服啊，快点。要买很多东西呀。三姐，燕燕，你在看什么？我要在30岁之前赚到1亿，并且拥有一座这么大的商业城。怎么可能1亿呀？那有几个100万？四姐不用算了，是100个100万啊！那么多啊！那如果变成钞票，那不是可以把我淹死？燕燕啊，你刚出来社会工作，不要一步登天，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知道吗？二姐，你这种理论早就过时了，应该丢到垃圾桶去。现在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啊？等你走到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全部赶在你前头了，因为人家不是用走的，而是用跑、用冲、用拼的。所以，只要给自己设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才会兴奋，才会想尽办法去拼。而我的目标就是1亿。怎么啦？你们觉得我办不到？如果你想要达成你的目标，你就必须要改掉一个坏毛病。什么坏毛病？爱睡觉。惨了，20小心了。晶晶，你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你不要乱说。要不然你干嘛这么紧张啊？你这样忽然叫我，我当然会吓一跳喽。哎，你们不是关店了吗？我来洗厨房。哦，哎，
这个礼拜你们的生意都很差，我看了真为你们着急呀。不如你劝劝你大姐，快点跟我们合作吧，要不然呢，我真不忍心看你们关门大吉哦。我们才不会关门大吉啊！过2天零。哎，过2天怎么样？不知道。哎，你们是不是有秘密武器啊？难道你们有秘密武器吗？我不会说的，不要问我。难道有古怪？小心！小心！你在做什么？我在让我的大脑多一点血液供应，希望能想起我是谁。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没有。没关系啦，我买了晚餐给你吃，我们到那边吃。对不起啊，刚才我到观音庙去抹地，然后回来时又塞车，所以来迟了。你一定很饿了。不会。你真的要去观音庙抹3个月的地？对呀，我已经发过誓了。这个誓是为我而发的，不如我去帮你抹吧，反正我也没事做。不行啊，自己发的誓不可以叫别人顶的，观音娘娘会生气，说不定。说不定什么？对你不好咯。怎么了？我觉得你很漂亮，心地又善良。哪有？是吧？其实啊，你不用天天拿晚餐来给我，我可以吃你们卖剩的就行了。你喜欢吃狗饼吗？你说我去自首好吗？当然不好了，你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为什么那么笨？警方既然知道我是非法移民，那他们一定有我的资料了。要是我去自首，那我就会知道我是谁。可是你也会被他们捉去坐牢，屁股也会被打扁，坐完牢后就不可以留在这里了。可是老是想不起自己是谁，真的是很生气啊！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做过些什么？我有没有亲人？有没有朋友？你不要急，慢慢想，一定想得到的。可是我猜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为什么？那天在酒店，你跟那个洋女人讲英文，还有啊，你会修电脑，还有你帮我们想了办法，让黎明吃了我们的椰浆饭，你真的很厉害啊！不对啊。什么事情不对？如果我像你说的那么厉害，我看我应该不是非法移民的。为什么？那你看，要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会很受欢迎的。他可以光明正大，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何必那么辛苦当非法移民呢？对哦。我看我并不是非法移民。那警察为什么要抓你？我可能是个罪犯。罪犯？不会啦，你不要吓人了。真的，我一定是犯了罪，所以跑来这里。可是你一点都不像做坏事的人啊。要是真的呢？你会不会帮我跟我做朋友？会。你不怕吗？不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吧？去享受它。小我脚不这么急，隔壁那个肥婆好像要展开反击行动了。对啊，对啊。哎，我还以为什么事，那个肥婆能出什么招数？大哥，我刚才碰到隔壁那个傻妹，从她嘴里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她还提到林一鸣。林一鸣？我怀疑啊，他们要请林一鸣过来帮他们店做宣传。这林一鸣现在不在香港录美食节目吗？哎呀，大哥，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做飞机的吗？这我知道，
但是我更加知道这林一鸣很有性格的，就算是肥婆包架飞机去请他回来，也未必请得动他的。但是如果一旦请得到他，他的影响力非同小可啊！被他介绍过的那些餐厅啊、小吃店都一夜成名，成为旅客的必到之处啊！哎，大哥，那个林一鸣真的有二哥说的这么厉害吗？那先不管他有没有这么厉害，总之不能让这肥婆有宣传的机会，知道吗？总之啊，不要让他火烧起来就把他给灭了。That's right。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林一鸣什么时候到。哎，大哥，照你看那个肥婆真的请得动林一鸣吗？总之，我们要先做好准备。那我们现在要先收集情报，就算他们请到林一鸣，我们也有反击的能力。那一切就交给我吧，我向那个傻妹下手，保证万无一失的。你有没有理想？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理想，你一定有的。那你呢？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还没想起我是谁。不过现在叫小新的我也有一个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就是要跟你结婚。怎么了？看一看有没有发烧啊？我没有发烧啊。那一定是你头脑还没有完全复原。我的头脑虽然还没有完全复原，但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我就是想跟你结婚。你怎么会这样想？这是我的理想啊，这理想有可能不会实现，原因是你并不喜欢我，或者我突然间死了。但是人一定要有理想，有希望，不管他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的好不好，生命才有意义。当他醒来的时候，才有一个目标。就好像30岁之前赚1亿呀。那是你的理想吗？不是，那是我三姐的理想。我才不要那么多钱。为什么？因为有钱不一定能够带给你快乐啊。这句话说得真好。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是看电视剧学来的。其实说我没有理想是骗人的，我只是怕说出来人家会笑。我不会的。真的不会啊？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人家演戏。小学的时候，同学们站在舞台上表演，我就很羡慕。有一天，老师就跟我说：“莫晶晶，你也来表演。”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啊！虽然只是演一棵树，站在台上动也不用动，连一句话都不用说，有机会表演我就很开心了。那你是希望当明星？明星啊，那是不可能的啦。我只要当一个小小的演员就很开心了。其实想当一名大明星，为什么不可以呢？人要有大胆的理想，才会努力去实现。你这句话跟我三姐说的很像哎，有机会一定要介绍我三姐给你认识。我见过她，她曾经来过医院，对吗？就是她。我不想认识她。为什么？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一看她的眼神我就知道了。我们不谈你三姐了，你有没有尝试过实现你的理想？有啊，有一次电视台招考演员，我本来要报名的，可是后来反而就是害了我二姐。哎呀，不说了，说了很伤心的。那也就是说还没尝试过了？没有。好，电视台在什么地方？我们去试。他们现在都没有招考演员。我们不要等机会啊，我们去找机会，接近机会。不要了，人家会笑的。如果你怕人家笑，那就不能当演员了。为什么？因为就好像卖鱼一样啊，不能怕鱼腥味；卖棺材的更不能怕死人啊；卖椰浆饭的就不能怕椰子。对啊，演员要在那么多人面前演戏，如果你怕人家笑的话，那还怎么演嘛？对呀，你这句话很有道理。有道理是吧？那就走吧。去哪里？去电视台啊。现在就去呀。想到就要去做，要不然机会转眼就消失了。咋回事？
There's still no news about Richard at all. In the past, no matter where he went, he would at least send me an email. But this time... Don't tell me one of our competitors has tried to kill him. He would have loved such excitement. But even if the situation is not that bad, I just don't think we should sit here and wait any longer. Let's call the police. 就是这里了。好，那我们的莫晶晶小姐一定要在这里变成大明星。嘘，不要那么大声啊，给人听到了很不好意思的。既然来这里，就不要怕不好意思了。你告诉我，这里最红的明星是谁？郑慧玉、范文芳，他们都是阿姐。好，那我们的莫晶晶小姐一定要比郑慧玉、范文芳还红。不行了，不行了，我只要当个小小的演员。难道你只要当一棵树吗？那也好啊，当一棵树我也很开心，只要能够在台上跟同学们一起表演，我就很开心了。不，你不能只当一棵树，因为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一棵树上的，要么就要当一颗耀眼的星星。不行了，只要你告诉自己，那就一定行。来，跟着我一起说，我要当个大明星。不要了，人家会笑的。不，你一定要跟着我说，我要当个大明星。说，我要当个小小的演员。不是啦，是我要当个大明星。来，再跟着我说一遍，我要当个大明星。我要当个小小的演员。不是了，晶晶。小新，做人不要太贪心，真的不要太贪心。我知道了。闪亮晶晶，我是一颗小星星。为什么没有放光明？因为天上有乌云，乌云一过变亮星。闪呀闪呀莫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一颗小星星，为什么没有放光明？因为天上有。我是不会认一个曾经把我当垃圾丢掉的人做妈妈。诗婷不知道睡了没有嘞。
什么都能够放得下。